我曾背负仇恨，游走在黑暗与光明之间，但如今我只为正义而战。在这个腥风血雨的江湖，只有我和他能改变一切。江湖不过是强者的猎场，你们太天真了。命运的齿轮已经转动，江湖风云，谁能定乾坤？江湖无尽，侠者无悔。夜色深沉，寒风凛冽，山间寂静无声，唯有那偶尔传来的远处狼嚎打破了这片黑夜的宁静。楚凌风静静站在悬崖之上，双目如鹰，凝视着脚下那片广阔的江湖。10年了，自从家族被灭之后，他便再未踏足这里。那场灭门惨案依旧历历在目，鲜血淋漓，痛彻心扉。每当午夜梦回时，那些家族弟子的呼喊，父母惨死的景象，便如刀割般刺痛着他。天龙门，我楚凌风发誓，此生必将你们碎尸万段，血债血偿。他喃喃自语，拳头紧握，寒霜剑在腰间隐隐发出微光，仿佛也在感应到主人的滔天怒火。忽然，远处传来一声低沉的长啸，打断了楚凌风的思绪。他微微转身，发现那笑声正朝山间而来，直奔他的方向。片刻后，一道黑影飞速跃上悬崖，那是一个身着黑衣的中年男子，眉眼中透着几分肃杀之气。你就是楚凌风？男子冷冷地开口，声音如寒冰般刺骨。是我。楚凌风平静地回应，目光却锐利如刀。他能感觉到对方体内的内力雄厚，非常人可敌。我是天龙门下，奉命取你性命。黑衣男子微微俯身，手中长剑出鞘，剑光如寒星，直刺楚凌风心口。速度之快，令人目不暇接。楚凌风眼中杀意骤起，身体如猛虎般轻巧后退，寒霜剑出鞘，迎面上。两剑相交，顿时火花四溅，剑气震荡，四周的树叶纷纷飘零。你们天龙门的人终于来了。楚凌风冷笑一声，双臂微微用力，剑锋如霜，一招九幽破影迅速施展，剑光交错，如同幻影般向对手攻去。黑衣男子显然也不是寻常之辈，面对凌厉的剑招，他迅速后退，身法如幽灵般飘逸，几次巧妙地避开了致命的攻击。但就在他准备反击时，楚凌风突然一个转身，凌风步法在地面上一点，瞬间闪至黑衣男子身后，一剑直取其咽喉。黑衣男子瞳孔猛地一缩，仓促间将长剑横挡在身前，然而这一下的力道太过猛烈，竟将他的长剑震飞出去。寒霜剑的冰冷剑锋已经逼至他的脖颈，寒气入骨。告诉我，天龙门的幕后主谋是谁？楚凌风低吼，剑锋越发逼近。黑衣男子冷笑道，你杀了我也不会知道真相的。哼，不说也罢。楚凌风一剑划过，黑衣男子应声倒地，血溅山崖。楚凌风收剑入鞘，望着远方的群山，眼神冷峻。他知道今晚不过是个开始。天龙门在江湖中盘踞已久，势力庞大，自己如今的实力还不足以彻底复仇，但无论如何，他已踏上了这条复仇之路，绝不会回头。这时，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自身后传来，楚凌风心中一凛，立刻戒备起来。别紧张，是我。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响起，带着几分戏谑。楚凌风转身，只见一个身着紫衣的女子从树丛中缓缓走出，容貌娇美，双眸灵动，正笑意盈盈地看着他。你是谁？楚凌风眉头微皱，手依旧按在剑柄上。我叫柳若烟，与你一样，也是江湖中人。女子轻声说道，语气中带着几分莫测。她缓步走近，丝毫不畏惧楚凌风那锋利的眼神。你来做什么？楚凌风依旧警觉，毕竟在这江湖中，信任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柳若烟淡然一笑，我来是为了告诉你一个秘密，天龙门只是个傀儡，真正控制你家族灭门的是一个更为庞大的势力。楚凌风一震，心中涌起无数疑问，然而柳若烟却在此时转身离去，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若想知道真相，随我来。望着他渐渐消失的背影，楚凌风深吸了一口气。他明白，这条复仇之路远比想象中更加复杂，而柳若烟的出现似乎预示着他即将步入另一个更为深不可测的江湖漩涡。
楚凌风沿着山间小路疾行，心中的疑问如潮水般翻涌。柳若烟的突然出现，以及他所说的更为庞大的势力，让他意识到当年家族灭门的真相远没有表面那么简单。他似乎知道很多，但他的真实目的仍然让楚凌风心存疑虑。山路蜿蜒，最终通向了一座破旧的古庙。柳若烟早已在庙前等候，见到楚凌风跟来，微微一笑，看来你并非一意孤行的人，你究竟想说什么？楚凌风冷冷地开口，眼神中透着谨慎。柳若烟轻轻抚了抚袖角，目光深邃，你可曾听说过血影教？血影教？楚凌风一愣，这个名字他并非第一次听到。江湖中流传着许多关于这个神秘组织的传闻，说他们残忍无情，手段狠辣，许多江湖豪杰都死在他们的暗杀之下。然而这个教派行踪诡秘，没人知道他们的真正目的。不错，血影教才是你家族灭门的真正凶手，天龙门不过是他们的棋子。柳若烟语气冷静，却每一句都如同利剑刺入楚凌风心中。楚凌风眉头紧锁，心中顿时翻起巨浪。10年来，他一直以为天龙门是罪魁祸首，却不曾想这背后还有更深的黑暗势力。血影教这个名字让他的仇恨更深。你怎么知道这一切？楚凌风目光锐利，紧紧盯着柳若烟，仿佛要看穿她的每一个表情。柳若烟并未避开他的目光，反而笑道，我有自己的消息渠道，你若想复仇，就必须依靠我提供的线索，否则凭你一己之力，恐怕永远也无法找到真正的敌人。楚凌风沉默片刻，拳头微微攥紧。他不喜欢被人牵着走，但眼下他别无选择。血影教行踪诡秘，若没有足够的情报，即便他武功再高，也难以撼动这股黑暗势力。好，我可以跟你合作，但若你敢耍什么花招，楚凌风冷冷说道，话语中带着警告。柳若烟抿嘴一笑，放心，我只对结果感兴趣。两人一前一后走入了古庙之中。庙内灯火昏暗，墙上斑驳的痕迹显得古老而破败。柳若烟带着楚凌风穿过数道木门，最终来到一间密室。他轻轻推动墙上一块石砖，露出一个暗门。楚凌风略带诧异地看着他，你早就知道这里？柳若烟轻轻点头，这座古庙曾是血影教的一个据点，如今早已废弃，但我在这里留有一些线索。密室内光线昏暗，几张陈旧的地图铺在石桌上。柳若烟走到其中一张地图前，指着上面一个地点，这是血影教的一个重要据点，位于西北方向的幽冥谷。若要揭开真相，你必须从那里开始。楚凌风盯着地图上的标记，幽冥谷听起来就充满了危险。然而他心中没有一丝犹豫，若真是血影教参与了家族灭门，他定要亲自踏入这个险地，讨回公道。既然如此，我便去幽冥谷。楚凌风决然道，语气中充满了坚定。柳若烟点点头，语气中带着几分叮嘱，幽冥谷凶险万分，血影教常年在谷内设下重重机关，你不可大意。而且天龙门的人也可能早已渗透其中，他们不会轻易让你接近真相，我自有分寸。楚凌风一挥衣袖，转身欲走。然而就在他刚跨出密室的一瞬间，柳若烟的声音再次传来，你知道为何我要帮你吗？楚凌风停下脚步，回头看向他，眼神中透着疑惑。柳若烟缓缓走到他面前，目光复杂，低声道，因为我的父亲也死在了血影教手中，我们是同路人。这一句话犹如惊雷炸响在楚凌风心中，他从未想过柳若烟也背负着同样的仇恨。两人对视片刻，楚凌风的目光渐渐柔和下来，微微点了点头，我会记住你的帮助。说罢，他转身离去，步伐坚定。柳若烟望着他的背影，眼中掠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低声喃喃道，希望你能活着回来。数日后，楚凌风已经行至西北荒野，四周荒芜，黄沙漫天，唯有几株枯树在风中摇曳，发出凄厉的声响。幽冥谷传闻中是死亡与恐惧的代名词，而今它已近在咫尺，前方就是幽冥谷。楚凌风望着眼前那道黑暗狭窄的峡谷，目光中毫无惧意。他的手轻轻按在寒霜剑上，
心中默念着父母的名字。这次他不仅要为自己复仇，也要为柳若烟和所有死于血影教之手的无辜之人讨回公道。他正欲迈步进入谷口，忽然身后传来一声急促的马蹄声。楚凌风迅速回身，拔剑戒备。只见一匹快马从远处飞奔而来，马上的骑士穿着天龙门的服饰，显然是来阻止他的。楚凌风，你果然来了！骑士跳下马，拔出长剑，怒视楚凌风，眼中满是杀意。看来天龙门的爪牙还真是不少。楚凌风冷笑一声，毫不畏惧。自从踏入江湖以来，他已多次与天龙门交手，对他们的手段早已熟悉。今天你休想再进幽冥谷一步！骑士怒吼一声，挥剑直取楚凌风。楚凌风冷静应战，手中寒霜剑如游龙般舞动，迅速封挡住对方的每一招攻势。两人你来我往，剑光如虹，沙尘四起，周围的枯树在他们的剑气冲击下纷纷折断。但骑士显然低估了楚凌风的实力。数招之后，楚凌风抓住破绽，一剑斩断了对方的长剑，随后猛地一脚将其踢飞出去。回去告诉你们门主，楚凌风一定会讨回血债。楚凌风冷冷地说道，剑尖指向倒地的骑士。骑士满脸惊恐，爬起身后连滚带爬地逃离了现场。楚凌风收剑入鞘，转身大步踏入了幽冥谷。这一次他将直面血影教的真相，无论前方有多少艰险，他都不会退缩。幽冥谷内，天地仿佛陷入了永恒的阴影之中，狭窄的石壁高耸入云，遮蔽了阳光，四周一片昏暗。谷内的寒风犹如鬼魅般在耳畔低语，带着丝丝不安。楚凌风步入谷口，手紧握寒霜剑，目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根据柳若烟的描述，幽冥谷不仅有血影教的暗哨，还有数不尽的机关陷阱，稍有不慎便可能步入万劫不复之地。他缓步前行，耳边只听得细微的水滴声从谷顶滴落，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地面上似乎隐藏着无数的杀机。正当他小心翼翼地向前探路时，忽然脚下传来一声轻响。楚凌风瞬间警觉，凌风步法迅速施展，飞身向后退去。咻咻咻，三支利剑从地面窜出，直奔楚凌风胸口。若不是他反应迅速，恐怕已然命丧于此。果然是机关重重。楚凌风冷冷一笑，心中愈发谨慎。虽成功躲过这次突袭，但他知道前方必然有更多的危险等待着他。他继续前行，每一步都试探着小心踏出。忽然，远处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仿佛有人在前行靠近。楚凌风迅速藏身于一块巨石之后，屏气凝神，等待敌人出现。没过多久，数名身着黑衣的蒙面人悄然出现在谷中。他们手持短刀，目光如鹰般锐利，显然是血影教的刺客。据说那楚凌风已经进了谷内，务必找到他，不能让他活着出去。其中一人低声说道，其他人点头示意，分散开来。楚凌风目光一寒，明白自己已经被血影教的人盯上。他稍作思索，决定主动出击，以免被动挨打。他从巨石后轻轻一跃，凌风步法如鬼魅般无声无息，迅速靠近其中一名刺客。咻！寒霜剑寒光一闪，那名刺客尚未反应过来，喉咙便已被割裂，倒地身亡。敌袭！另几名刺客迅速警觉，转身迎战。然而他们面对的是楚凌风，一个经过无数生死磨练的顶尖高手。他的剑法快若闪电，动作凌厉而精准，几乎没有多余的动作。片刻之间，三名刺客接连倒下，鲜血染红了地面。解决了这批刺客后，楚凌风迅速搜查他们的随身物品，却没有发现任何有用的线索。血影教行事一向诡秘，即便是手下的刺客，也不可能轻易透露重要情报。他继续向谷内深入，随着他一步步前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血腥气味，四周的景象愈发诡异。石壁上出现了无数奇形怪状的雕刻，仿佛是某种古老的符文，令人心生不安。走了不久，楚凌风来到了一个岔路口，前方的道路被一块巨大的石门封住，石门上刻有奇异的纹路，仿佛某种机关。而岔路的另一边则是通向一片密林，林中迷雾重重，似乎隐藏着更多的危机。
楚灵风眉头微皱，心中权衡片刻。他知道石门后可能隐藏着血影教的重要据点，但也很可能机关重重。至于那片迷雾密林，则是一条相对隐秘的路，或许可以绕过正面机关，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走正道风险更大，但若能破开机关，或许能更快接近真相。楚灵风思索片刻，最终决定先尝试破解石门机关。他走到石门前，仔细研究那些古怪的纹路，发现其中似乎隐含着某种古老的武学奥义。这纹路像是某种特殊的剑法阵法。楚灵风沉吟道。他仔细回想师父传授的武学知识，最终认出了这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玄阴剑阵，一种以阴阳之力催动的古老机关。破解此阵需要极高的武学造诣，并且要运用阴阳调和之力。好在师父教过我这种阵法的破解方法。楚灵风深吸一口气，闭目凝神，双手握住寒霜剑，缓缓运转体内真气。他将自身的内力分为阴阳两股，随后注入寒霜剑，剑光在石门前缓缓流转，仿佛与门上的阵法产生了共鸣。片刻之后，石门发出隆隆声响，缓缓向两侧打开。门后是一片宽阔的地下大厅，四周的墙壁上点着无数的油灯，将整个大厅照得如同白昼。大厅中央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面色冷峻，双目如鹰，正冷冷地注视着楚灵风。他的身后挂着一面巨大的黑色旗帜，上面绣着血红色的骷髅，显然是血影教的标志。楚灵风，没想到竟然能破解这座玄阴剑阵。中年男子缓缓起身，声音中带着一丝冷笑，看来你的确不是泛泛之辈。楚灵风冷冷地看着他，眼中杀意腾起。你就是血影教的人？中年男子轻轻一笑，缓步走向楚灵风。我乃血影教护法玄冥子，你找我们血影教究竟有何目的？楚灵风毫不畏惧，沉声道：你们血影教当年参与了我天影阁的灭门之祸，今日我来便是为报仇。玄冥子冷笑，原来是为天影阁的旧事。哼，天影阁早已是过眼云烟，凭你一人之力，真以为能撼动我们血影教的根基吗？试试便知。楚灵风目光一寒，寒霜剑猛地出鞘，剑光如流星般向玄冥子急刺而去。玄冥子毫不畏惧，挥手照出一柄长刀，迎向楚灵风的剑锋。两人瞬间交手，刀剑相撞，火花四溅。玄冥子的内力深厚，刀法阴狠刁钻，每一招都直取楚灵风的要害。然而楚灵风的剑法轻灵而迅猛，凌风步伐使得他的身形如同鬼魅般飘忽不定，让玄冥子的每次攻击都扑了个空。你果然有些本事！玄冥子怒吼一声，内力猛然爆发，刀光如劈炼般朝楚灵风劈下。楚灵风不甘示弱，寒霜剑迅速化作万千剑影，迎向玄冥子的刀势。两人的战斗愈发激烈，剑气刀芒激荡，整个大厅仿佛随时都会崩塌。就在这时，忽然大厅上方的油灯一阵闪烁，随后石门后传来了一阵低沉的脚步声。楚灵风心中一惊，余光瞥见数名血影教的刺客从暗处涌出，手持长刀，气势汹汹地向他围攻而来。他瞬间明白，玄冥子早已设下埋伏，打算将他置于死地。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玄冥子冷笑道，刀光骤然一变，竟然施展出了血影教的秘传武功血影鬼刀。刀光带着诡异的红色光芒，仿佛吸收了周围的血气，愈发凶狠。楚灵风被逼至险地，玄冥子带着血影鬼刀的狂猛攻势，一刀接一刀，如潮水般涌来。周围的血影教刺客们也在逐渐逼近，封死了楚灵风的所有退路。面对如此困境，楚灵风的内力已渐渐消耗，但他的眼神依然冷峻，心中不曾有丝毫退缩。今日我便让你们血影教付出代价！楚灵风咬牙，体内的真气开始逆流运转。他知道继续这样拖下去只会越来越危险，必须速战速决。寒霜诀，急冰破！楚灵风暴喝一声，体内寒霜诀全力催动。霎时间，一股刺骨的寒意从寒霜剑中爆发而出，剑光如同冰封的瀑布般铺天盖地地袭向玄冥子。玄冥子面色骤变，他没料到楚灵风在内力消耗如此巨大的情况下，还能爆发出如此惊人的力量。他急忙挥刀抵挡，
但寒霜剑的冰冷剑气已经如同潮水般压了过来，瞬间将他整个人冻结。啊！玄冥子发出一声痛苦的怒吼，整个身体被寒冰包裹，动作变得迟缓。与此同时，楚灵风的剑势却没有丝毫停滞，寒霜剑如闪电般斩向玄冥子的胸口。噗！一声闷响，寒霜剑准确无误地刺入了玄冥子的胸膛。玄冥子的脸上满是惊恐和不甘，他挣扎着想要反击，但寒霜诀的冰寒之力已经渗透了他的全身，彻底冻结了他的生机。你竟然！玄冥子声音低沉而嘶哑，最终伴随着一声重重的倒地声，血影教护法玄冥子倒在了楚灵风的剑下。然而就在楚灵风喘息未定之时，剩余的血影教刺客已然将他团团包围，他们的目光凶狠，显然不打算给楚灵风任何喘息的机会。果然是生死之战。楚灵风心中清楚，虽然击败了玄冥子，但他的内力几近枯竭，而这些刺客的实力虽不及玄冥子，却依然不容小觑。他握紧寒霜剑，准备拼死一战。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声清脆的笛音突然从远处传来，笛声悠扬婉转，仿佛在暗示着某种神秘的力量。血影教的刺客们听到这笛声后，面色骤然变得僵硬，动作也随之停滞。楚灵风皱眉看向远方，只见一道身影从迷雾中缓缓走出，那是一名白衣女子，手持玉笛，目光冷然。她的气质如同冰雪般高冷，却又带着一种神秘的威压。楚灵风认出了她，正是柳若烟。你们还不退去？柳若烟冷冷一喝，血影教的刺客们似乎极为忌惮她的气息，互相对视一眼，迅速撤退。楚灵风收剑入鞘，目光依旧凝重。柳若烟，你为何会在此？柳若烟没有立即回答，反而走到玄冥子的尸体旁，微微蹲下，检查了一番后才缓缓开口：我本该提前告诉你，玄冥子只是血影教的一个护法，真正的首领并不在此。楚灵风心中一沉，你是故意让我来此？柳若烟叹了口气，目光复杂，我并非存心害你，只是幽冥谷的确隐藏着血影教的重要据点，我以为玄冥子手中会有更多的线索，但看来我们都低估了他们。楚灵风沉默片刻，心中对柳若烟的信任又多了一分疑虑。他知道柳若烟背后隐藏的秘密远不止他表面上展现的那些。接下来该如何？楚灵风问道，目光依旧犀利。柳若烟站起身来，目光投向远方的迷雾，声音带着一丝冷冽。血影教的真正核心据点应该在更深处，但要进入那里，必须得到一种特殊的钥匙，而这把钥匙掌握在一个神秘人的手中。神秘人？楚灵风疑惑。柳若烟点头，缓缓说道，此人名为莫风，乃是江湖上一位神秘的情报贩子。他曾是血影教的叛徒，手中掌握着他们的很多机密。只有找到他，我们才有机会深入血影教的核心。楚灵风眉头微皱，显然对此有所顾虑。莫风既然是叛徒，恐怕他也不会轻易相信我们。柳若烟轻轻一笑，你放心，我自有办法让他现身。数日后，楚灵风与柳若烟来到了江湖中一个隐秘的小镇，此地位于边疆之地，来往的行人各色各样，鱼龙混杂，常有江湖中人隐匿于此，做着见不得光的买卖。莫风常常隐藏在这样的地方。柳若烟轻声说道，我们先静观其变，等他自己露出破绽。两人在小镇中找了一家茶馆，坐在2楼的角落里，静静观察着四周的动向。镇上的人行色匆匆，不时有人低声交谈，显得气氛诡异而紧张。突然，一名黑衣男子悄然走入茶馆，他的步伐轻快而隐秘，似乎并不想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柳若烟的眼神一亮，低声道，就是他，莫风。楚灵风目光紧锁在那名黑衣男子身上，发现此人身手敏捷，行动间透着一股危险的气息。柳若烟轻轻点头，没错，他就是莫风。两人没有立即行动，而是悄然跟随在莫风的身后。莫风似乎察觉到了什么，步伐越来越快，走进了一条幽暗的小巷。楚灵风与柳若烟加快脚步，悄然逼近。小心，他可能设下陷阱。柳若烟低声提醒道。楚灵风点点头，寒霜剑已握在手中，
准备应对任何突发情况。果然，正当他们走入巷子深处时，莫风的身影突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四面涌出的10几名蒙面杀手。果然不简单。楚林峰冷哼一声，寒霜剑出鞘，剑光如虹，瞬间迎向袭来的敌人。柳若烟也迅速出手，御敌一挥，灵动的内力波动将数名刺客击退。这些杀手显然都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精英，动作敏捷，配合默契，围攻之势丝毫不乱。楚林峰与柳若烟虽然各自武功高强，但面对如此数量的敌人，也不得不小心应对。莫风究竟想做什么？楚林峰心中冷然，杀意渐盛。他与柳若烟的配合渐渐默契，几番攻防之后，终于击退了部分敌人。就在此时，巷子尽头的黑暗中传来了一个低沉的声音：“你们是谁？竟敢追踪我？”声音带着一丝嘲讽与寒意。莫风，我们找你只是为了合作，并无恶意。柳若烟的声音冷静而坚定。合作？黑暗中的声音略显诧异。你们知道我是谁？柳若烟微微一笑。你是血影教的叛徒，掌握着他们的机密。我想，我们有共同的敌人。空气中短暂的沉默之后，黑暗中一个身影缓缓走了出来，正是莫风。他的目光锐利而警惕，注视着楚林峰与柳若烟。共同的敌人？莫风冷笑着走出黑暗，他的目光在楚林峰与柳若烟之间来回扫视，显得极为谨慎。楚林峰沉声道：“你曾背叛血影教，定然对他们恨之入骨，而我们现在的目标正是摧毁血影教。你若合作，不仅能保全性命，还能报仇雪恨。”莫风微眯双眼，显然在权衡利弊。片刻后，他低声道：“你们的确知道的不少，但仅凭几句话，如何让我相信你们？我现在活得很好，为什么要冒险帮助你们对抗血影教？”柳若烟不慌不忙，轻轻一笑：“莫风，你以为自己躲在这个边陲小镇就安全了吗？血影教的杀手早就盯上你了。那些刚刚袭击我们的蒙面人，其中一些并不是你的手下吧？”莫风脸色微变，显然柳若烟一语中的，他的藏身之所早已暴露，只不过暂时还未被大批追杀。现在这两人的出现让他意识到自己再无退路。楚林峰见莫风神情松动，接着说道：“我们不会让你白白冒险，你手中有我们需要的情报，而我们有能力让你脱离困境。只要你肯合作，血影教的覆灭之日，就是你真正重获自由之时。”莫风沉默片刻，最终长叹一声：“好，看来我别无选择了。但你们要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柳若烟微微点头，问道：“你手中的钥匙，能带我们进入血影教的核心据点吗？”莫风深吸一口气，点头道：“没错，这把钥匙是血影教的秘宝，只有它才能开启血影教真正的核心密道，而那条密道通往的地方，便是血影教的鬼域，一个常人无法轻易踏入的境地。”鬼域？楚林峰眉头微皱，显然他对这传闻中的鬼域并不了解。莫风解释道：“鬼域是血影教的最终堡垒，那里隐藏着他们最重要的力量，包括他们的首领。传闻鬼域内机关重重，进入其中的人九死一生，但要毁掉血影教，必须摧毁鬼域。”楚林峰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不管有多危险，我都要一试。柳若烟则显得更加冷静，她看向莫风，问道：“既然鬼域如此危险，你为何还保留着这把钥匙？”莫风苦笑：“这把钥匙曾是我在血影教中的地位象征，后来我背叛了教派，它便成了我的护身符。我知道血影教不会轻易饶过我，但我一直保留它，以防万一。”柳若烟点了点头，目光坚定：“好，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目标，接下来就要制定计划了。”共同的敌人？莫风冷笑着走出黑暗，他的目光在楚林峰与柳若烟之间来回扫视，显得极为谨慎。楚林峰沉声道：“你曾背叛血影教，定然对他们恨之入骨，而我们现在的目标正是摧毁血影教。你若合作，不仅能保全性命，还能报仇雪恨。”莫风微眯双眼，显然在权衡利弊。片刻后，他低声道：“你们的确知道的不少，但仅凭几句话，如何让我相信你们？我现在活得很好，
为什么要冒险帮助你们对抗血影教？柳若烟不慌不忙，轻轻一笑：莫风，你以为自己躲在这个边陲小镇就安全了吗？血影教的杀手早就盯上你了。那些刚刚袭击我们的蒙面人，其中一些并不是你的手下吧？莫风脸色微变，显然柳若烟一语中的，他的藏身之所早已暴露，只不过暂时还未被大批追杀。现在这两人的出现让他意识到自己再无退路。楚凌风见莫风神情松动，接着说道：我们不会让你白白冒险，你手中有我们需要的情报，而我们有能力让你脱离困境。只要你肯合作，血影教的覆灭之日就是你真正重获自由之时。莫风沉默片刻，最终长叹一声：好，看来我别无选择了。但你们要的东西可不是那么容易得到。柳若烟微微点头，问道：你手中的钥匙能带我们进入血影教的核心据点吗？莫风深吸一口气，点头道：没错，这把钥匙是血影教的秘宝，只有它才能开启血影教真正的核心密道，而那条密道通往的地方便是血影教的鬼域，一个常人无法轻易踏入的境地。鬼域？楚凌风眉头微皱，显然他对这传闻中的鬼域并不了解。莫风解释道：鬼域是血影教的最终堡垒，那里隐藏着他们最重要的力量，包括他们的首领。传闻鬼域内机关重重，进入其中的人九死一生，但要毁掉血影教，必须摧毁鬼域。楚凌风眼中闪过一丝决绝，不管有多危险，我都要一试。柳若烟则显得更加冷静，她看向莫风，问道：既然鬼域如此危险，你为何还保留着这把钥匙？莫风苦笑：这把钥匙曾是我在血影教中的地位象征，后来我背叛了教派，它变成了我的护身符。我知道血影教不会轻易饶过我，但我一直保留它，以防万一。柳若烟点了点头，目光坚定：好，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目标，接下来就要制定计划了。楚凌风眼神如寒霜，手中的剑已然出鞘，寒霜剑透出的寒意蔓延在空气中。他踏前一步，紧盯着那名黑袍男子：你就是血影教的首领？黑袍男子缓缓站起，身形如山般压迫。他冷笑一声，声音透着浓重的杀意：不错，我便是血影教主鬼面王。你们今日自投罗网，我正好一并将你们解决。鬼面王的手中那柄血色长刀泛着诡异的红光，似乎饱饮了无数人的鲜血。他一挥手，身旁的几十名血影教顶尖高手纷纷抽刀出鞘，齐齐逼向楚凌风三人。柳若烟面色微冷，手中的玉笛缓缓抬起，目光锁定鬼面王：你果然在这里。不过今日我们来此是要终结血影教的罪孽，不是任你屠戮。狂妄！鬼面王猛然扬起血色长刀，手中的刀光如同闪电般劈向三人，带着强大的内力波动，势不可挡。楚凌风毫不畏惧，寒霜剑一挥，剑气如冰河般席卷而出，硬生生迎上了鬼面王的刀光。刀剑相交，轰然巨响，大厅内气流激荡，地面瞬间裂开。与此同时，血影教的高手们也同时出手，他们分成几组，配合默契，攻势犀利无比。柳若烟以玉笛化作武器，笛音凝聚出无形的剑气，迅速与敌人缠斗在一起。莫风则依靠自己对鬼域的了解，灵活闪避，寻找敌人的破绽。他虽然武功稍逊，但行动敏捷，每一击都极具精准，迅速击倒了数名敌人。楚凌风与鬼面王的对决最为激烈，鬼面王的血色长刀凶猛狂暴，每一刀挥出都带着摧枯拉朽的力量，而楚凌风则以寒霜剑的极寒之气相抗衡，两人的内力不断碰撞，整个大厅都在震动。楚凌风，你的武功不错，但还远不及我。鬼面王怒喝一声，刀锋转动，内力猛增，长刀带着凌厉的刀刚直逼楚凌风的心口。楚凌风脚步一错，寒霜剑在极限时刻横荡在身前。刀剑交接的一瞬间，楚凌风感觉到一股极强的压迫感涌来，手臂瞬间发麻，但他的眼神依旧坚定如铁。寒霜诀，万里冰封。楚凌风低喝一声，体内的真气全力爆发，寒霜剑瞬间释放出无比强大的寒气，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瞬间冰封。
剑气如同无尽的冰川，猛然冲击向鬼面王。鬼面王眼神一凝，立即察觉到这一剑的恐怖力量，他迅速退后，长刀在身前挥舞，试图化解寒霜剑的攻势。然而那股冰冷的剑气却无孔不入，迅速渗透他的刀势，逼得他不得不连连后退。好剑法！鬼面王脸色变得阴沉，他显然没想到楚凌风的剑法如此凌厉，但他的眼中并无恐惧，反而战意更浓。他猛然凝聚全身内力，长刀上红光大盛，化作一道巨大的血色刀影，朝着楚凌风狠狠劈下。楚凌风见状，不退反进，身形如电，寒霜剑迎着刀影斩去。刀剑再次相交，巨大的气浪顿时在两人之间炸裂开来，两股强大的内力在空中碰撞，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整个大厅都在剧烈颤抖。砰！随着一声巨响，楚凌风与鬼面王同时被对方的力量震退数步。楚凌风脸色微微发白，显然承受了巨大的冲击，但他依然稳稳站立，手中的寒霜剑寒光闪烁。鬼面王则是面色阴沉，嘴角溢出一丝血迹，显然这一击让他受到了不小的创伤。你竟然……鬼面王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与怒火，他没想到楚凌风的实力竟然如此强大，居然能够与他硬碰硬。楚凌风冷然道：血影教今日必亡。就在这时，柳若烟已经解决了大部分血影教的高手，他灵巧的身形在敌人间穿梭，遇敌所过之处，无形的剑气将敌人纷纷击倒。此时他看向鬼面王，冷冷道：楚凌风说得对，今日是你的末日。鬼面王狂笑一声：你们太天真了，你们以为就凭这点力量就能摧毁血影教？真正的恐怖还未到来。就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整个鬼域忽然传来一阵剧烈的震动，地面开始颤动，仿佛有什么东西正在从地底深处苏醒。莫风神情大变，惊呼道：不好，他要启动鬼域的禁术血海咒法。柳若烟面色一沉：血海咒法？莫风急声道：这是血影教的终极秘术，血海咒法可以引发鬼域内的血池，将数百年来聚集的怨灵之力释放出来，吞噬所有进入鬼域的人。如果不阻止他，我们都会死在这里。楚凌风眼中寒光一闪，必须立刻阻止他。鬼面王哈哈大笑，眼中透着疯狂：晚了，一切都太晚了，等着迎接你们的毁灭吧。然而楚凌风并没有丝毫退缩，他与柳若烟对视一眼，两人几乎同时动了。楚凌风瞬间施展凌风步，剑光如电般向鬼面王冲去，而柳若烟则轻身一跃，笛音响起，配合楚凌风的剑势，共同攻向鬼面王。鬼面王猛然挥刀，想要抵挡两人的攻势，然而楚凌风与柳若烟的配合天衣无缝，攻势凌厉无比。寒霜剑的冰冷剑气夹杂着柳若烟笛音所化的无形剑气，从四面八方向他压来，令他应接不暇。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赢我？鬼面王怒喝一声，体内真气疯狂涌动，血色长刀猛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刀罡，硬生生震开了楚凌风与柳若烟的攻势。然而就在他震开攻势的瞬间，楚凌风的身形已经出现在他的背后，寒霜剑剑光一闪，直取鬼面王的后心。鬼面王脸色骤变，想要转身抵挡，但已然来不及。寒霜剑的剑气如同无声的冰霜，瞬间穿透了他的护体真气，刺入了他的身体。你竟敢！鬼面王发出一声不甘的怒吼，身体剧烈颤抖。然而寒霜剑的冰寒之力已经迅速蔓延，冻结了他的全身。结束了。楚凌风低声道，猛然抽剑，鲜血喷溅而出。鬼面王的身体僵硬的倒下，最终不甘地闭上了双眼。随着鬼面王的死亡，鬼域内的震动也逐渐平息。楚凌风与柳若烟站在大厅中央，四周一片寂静，仿佛这一切都随着鬼面王的倒下而终结。莫风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终于结束了。楚凌风看向柳若烟，目光深邃：血影教已灭，但我们还未完成最后的使命。柳若烟点点头，轻声道：是的，真正的江湖才刚刚开始。楚凌风与柳若烟站在无极峰的山巅，俯瞰着脚下的群山与无尽的江湖。天边的云霞如血，
映衬着即将落山的残阳，仿佛是为这场浩劫后的江湖披上了一层肃穆的色彩。血影教终于被彻底消灭了，柳若烟轻声说道，语气中带着一丝疲惫，也有些许解脱。楚凌风没有回话，目光悠远，凝视着远方的天地。他的复仇之路终于走到了尽头，可是江湖却依旧波涛汹涌。无论血影教多么强大，他的覆灭不过是江湖的一段插曲。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柳若烟转头看向楚凌风，目光柔和。他知道这一战让楚凌风心中的仇恨终于得到了宣泄，可同时也让他面对了新的抉择。楚凌风沉默片刻，淡然道，我的仇已经报了，但江湖仍未平静，权力与欲望从未消散。我无法忽视这些漩涡，血影教只是一个开始，江湖的黑暗远比想象中深邃。柳若烟听着他的回答，心中微微一颤。他知道楚凌风注定不会是一个甘于隐退的人，他骨子里的战意驱使着他不断前行。那我呢？柳若烟轻声问道，眼中带着几分期待。楚凌风转身深深地看着他，风吹过，柳若烟的黑发轻轻浮动，他的眼神清澈明亮，仿佛能够穿透他心中的坚冰。他伸出手轻轻握住他的手，声音平静却坚定，江湖虽大，但我想与你一同面对，若有你相伴，我的剑不会孤独。柳若烟微微一笑，目光中透出温暖。他知道这段艰难的旅程让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信任与感情，而今他们不仅是并肩作战的伙伴，更是相依相伴的知己。那我们就一起继续走下去吧。柳若烟柔声道，眼中闪过一抹坚定。夕阳逐渐沉入地平线，天色也渐渐暗了下来。楚凌风与柳若烟携手站在山巅，目光穿越江湖，仿佛看到了未来的风云变幻。江湖无尽，狭路漫漫，他们知道新的挑战与冒险正在前方等待着他们，但无论前路多么艰险，他们的心中都有了彼此作为最坚强的依靠。在这广袤无垠的江湖中，他们的传奇故事才刚刚开始。全剧终。